我们今天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稿啊，今天起了个小稿，我们这个画的是平原的一种构图，也是啊，江边小景，画江边小景，我们画成一个这个四时整张的，这是一个小的草稿，这是也是比较接近于现代的一种题材。先勾墨稿，我们再看上颜色啊。笔尖调墨，我们把这个毛笔清洗干净以后，蘸清水，笔尖调墨，对吧？笔尖稍调一点墨，稍调一点墨以后，我们还是由近景的左下角近景的山石开始画。看啊，我们画这个近景的山石，过来，先把它的轮廓，对不对？我们先把轮廓勾出来。把山石轮廓整体的你看我们画的时候，我们画传统的时候，它先勾这个轮廓线，勾结构线，然后再去皴擦。我们画这个现代的时候，对吧？现代山水的时候，可以同时进行可以勾皴，你看对不对？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就是说，边勾边皴，形成一个这个就是它能融在一起。我们把这个勾对吧？勾的结构线，还有我们的皴擦，融在一起。你看，你看这样，我们融在一起。我们今天画的这个山石山石它和我们上一节课的山石又不同。上一个山石我们画的是比较那种圆形的，我们今天画的山石偏一点什么？偏一点那种方形的偏一点方形的那种山石。过来，对不对？你看勾完轮廓线下来，我们勾完以后，我们就是边勾边皴，哎，让它勾皴，形成一体，形成一体。把近景的山石把近景的山石完成以后，树木，对不对？我们先画树木。我们画那个山水的时候我们山水的时候，尤其我们画这个束缚作品的时候，要把树给它安排好。看我们画这种树木的时候，我们传统的树木有什么不同？也是先勾，由树头开始勾起来，你看先完成左边一个结构，对不对？先完成左边结构，把这个树的左边这个结构线，我们先画出来，在右边，你看把整个我们的树干先完成，整个树干我们先勾出来，看勾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我们现在勾完主干，我们再
枝干，你看中锋下来，哎，这样去长，你看，哎，这样去长。注意什么呀？哎，注意我们左右树枝的它的这个形状，看到中心的地方，哎，稍擦一点，哎，稍擦一点。一到这个我们左右出枝的时候啊，出树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呀？你看啊，如果我们左边这个小枝出的稍微短一点，我们右边呢，你看啊，右边的树枝啊，哎，就要出的稍微长一点，对不对？哎，给它说长一点，不要对称的去出啊。比如说我左边出这么，哎，出这么多，然后右边出这么多，对吧？哎，不要那种对称的去出。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变化，一定有一个变化。过来，你看穿插，哎，让它树干，对吧？树干有穿插，哎，树干有穿插，对不对？哎，完成以后，你看啊，哎哎，树干完成以后，我们点叶子的时候啊，看点叶子的时候，不管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啊，我们点叶子的时候，它的调墨的方法，你看啊，哎，调墨的方法，笔尖调墨，哎，笔尖调墨，你看，调墨以后，笔尖调好墨以后，由上向下，对吧？由上向下去点叶子啊，哎，也是点叶，点叶我们用这个也是啊，不管现代传统的，我们的叶子都是大小，对吧？还有它的这个形状都是很相似的啊。哎，接字点，这是用笔的不同，对不对？哎，这是用笔的不同。我们传统的你画叶子的时候，对吧？比较工整，哎，它是偏工整的。然后我们画现代的这个树的时候，对吧？它是偏向于写实和写意。哎，你看，对不对？它的叶子来说啊，你看，它比较写意，它比较写意，不像我们画这个传统的时候，对吧？你要勾这个接字点，就得一笔一笔的，哎，去勾。哎，我们画现代的这时候，你画这个接字点，对不对？你可以用笔随意一点，你看，哎，我们随意一点，有浓啊，有浓到淡，有湿到干，这是一组。哎，这一组把那个墨用的比较干，然后我们再清水，笔尖清水，然后再调墨，画这一组。哎，你看它这个叶子来说，对不对？哎，比较写意。哎，整体的它是什么？哎，都是那种大的这个块面结构，对不对？哎，大的块面结构就和我们画传统的不同。传统的时候你画的都是那种线，对不对？我们画这个叶子来说，介字点的叶子来说，哎，都是那种线。哎，到我们现代的山水来人画树的时候，你看，对不对？它都是那种哎块面的大的这个木块儿。过来，笔中，哎，墨淡而干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向下去点，你看就点我们下边的这个，
对吧？这个碎的小叶子，你看，前面加一点儿重一点的墨，啊，这是对吧？一棵树，哎，一棵树，我们后面穿插啊。你看，我们前面这个是下垂的这个芥子点，对不对？后面也是啊，后面我们要出树的时候，你要穿插树的时候，要什么呀？它要形成一个横的，要形成一个横的这种结构，叶子的结构，穿插过来，也是啊，先把树头的部分画出来，看过来，你看小枝的这个穿插，就是我们常讲的，那种三角形的交叉。还有我们画这个小枝的时候啊，你看小枝和我们这个枝干，对吧？衔接的时候，一定要让它，感觉是长在一起的。有的同学画出来以后，它就好像是那个小枝啊，整个是，对吧？安上去的，对吧？它不是长上去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啊。过来，你看，过来，中锋，对不对？我们画这个树干的时候，中锋。这是4尺整张的啊，我们今天画的还是个4尺整张的。你看我们点叶子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什么呀？它的形状，我们前面课程里边都有这个，比如芥子点呀、鸽子点呀，就是我们常用的叶子的点法都有，都有，对，有课程。看我们这个叶子里边，对吧？它分着芥子点、鸽子点，它都有一个具体的形状，是我们古人啊根据它这个自然中的这个树木的叶子，它就是说总结出来什么芥子点、鸽子点、大混点、小混点，就是那样的，哎，所以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哎呀，我画的叶子为什么不像？其实说我们对叶子，哎，你的基础还没有掌握。对不对？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基础的部分去，熟悉一下，然后你再到大自然中，你看它的叶子像什么，对不对？它的叶子，像大内见的什么树什么树，对不对？你去对比一下，去找一下，你就知道叶子怎么去画。你看啊，前面我们对吧是芥子点，这种写意的偏写意的这种芥子点，到后面看啊，到后面我们可以画什么呀？可以画一个横的这个叶子过来，树干的地方，对吧？稍微的寸两笔啊，稍微寸两笔。你看，我们这个是个下垂的芥子点，到我们后边这棵树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呀？用横点。我们上次就讲，就是说我们点叶的时候，它这个叶子变化，你前面这个点叶树，我们是下垂点，后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用横的点去，对吧？你看，我们前面是下垂的这种芥子点，后面就用横点，一定要有变化，对吧？我们点叶的时候一定要有变化。浓淡，你看啊，每一笔我点叶的时候，对吧？它都有一个
浓淡的变化，我们一定要记住，哎，一定要注意我们浓淡的变化。到下面，你看，到下面以后，哎，淡墨点出来，看，对不对？形状，哎，我们叶子的形状一定怎么要有区别啊？一定要有区别。哎，有了，哎，2棵，对吧？点叶树以后，我们要什么？一定要穿插夹叶树，对不对？你看啊，一定要穿插个夹叶树。这是我们树的这种基本的组合，你看啊，对不对？哎，树的基本组合有点叶树加哎尖夹叶树，然后或者是夹叶树中间尖这个点叶树，哎，互相去穿插，哎，这样我们的树木才会丰富，对不对？你不要说整个啊，我这个前面都是点叶的，对吧？它没有变化，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你看，哎，穿插一个夹叶的树，你看夹叶树的时候，我画什么啊？画那种三角的吧。你看三角它不是上三角啊，是这种倒的三角形，哎，是那种下垂的倒的三角形。你看啊，我画大一点，哎，你看啊，哎，这样倒的三角形，注意什么呀？哎，注意我们和点叶树一样，要三，对，三五成组，对吧？3个一组，5个一组，那样，对不对？哎，3个一组，5个一组，就是我们这个像书上讲的，哎，散3聚5，哎，你画的时候，哎，我们画的时候啊，你看画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就是说，怎么说呀，比较别扭，就是说，哎呀，怎么在一块怎么组合？哎，你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就按这个怎么说呀？按的规矩你去画，哎，然后形成一个习惯，形成一个规律。哎，你再画的时候，你不管是画三角的、画圆形的，还有画这个双钩的这个介子点、鸽子点，好多这个夹叶的这个树，它的组合都是按我们这个攒3聚5的组合啊，哎，都是这一种组合。我们画松树、画松枝的时候，对不对？也是这种组合，哎，也是这种组合。品字形，对不对？品字形是这个3个叶子在一块儿，对不对？然后5个在一块儿，哎，你形成这个，对吧？形成这个规律，在这个心里边儿，哎，你就记住，他画的时候，不管是三角的、圆的，对吧？哎，你都按这个转3聚5，你去组合。点叶的时候也是，对不对？也是这个组合。过来，你看啊，到后面小的画树的时候，对吧？画树的时候注意什么？它的树的形状，对吧？一定要哎秀美，哎，一定要秀美。那我们画松树讲的什么苍、白树，
对吧？能表现他的苍老。哎，到这个画这个比较这种杂树的时候，要求什么？让他看的比较秀气啊，比较秀气。过来，穿插过来，你看啊，到后面，穿插过来，看这个点叶的时候啊，对吧？你看我们前面下垂的接字点，中间是横的，对吧？横点到后面以后又是什么？又是一个竖的点。你就记住，我们点叶的时候，横竖横，对吧？或者是竖横竖，这样你去穿插，你去穿插这个叶子，就竖形，然后它的叶子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律啊。过来，我们把近景的这一组树木完成。看啊，穿插了完了以后，对吧？就是后面的山石部分。你看，这是树干啊，这是树干。穿插的时候要注意它树干闪开过来。这是平台，对不对？它就山石的上面这个平面，下边就是它的这个暗部结构。你看一个暗部结构。过来，水中小的石块，小的石块。看啊，然后近景的，看啊，近的这一部分，完成以后啊，我们中间部分，你看啊，中间是一个小的什么呀？小的这个小土坡，小土坡。你看画土坡的时候，近景上来，过来，你看啊，对吧？它是江南，我们画的江南的小景，所以说它的山形来说，它的山形，你看画的稍微的圆润一点，你看不要画的太高，过来，对不对？先把，我先把这个山的这个土坡轮廓勾出来，然后分它的结构。你看我们画山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画传统还是画现代，对吧？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把山的这个形状，还有它的这个凹凸不平的结构，我们去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对吧？这就是我们村的目的。你看，这是我们村的目的。到你看开始的时候，可能嘛需要什么？先熟悉披麻村、斧劈村、什么折带村，对吧？我们先熟悉这个。到后期了以后，你看到我们后期你要画现代的画的时候啊，可能是把这个村法呀，各种村法，你就能融在一起，哎，对吧？很自然的融在一起。你看我们画现代的山水来说，你看那个现代近代的画家来说，他画这个现代画的时候，现代山水这一部分来说，他这一幅作品里边，不是说单一的就是啊，这个我全部都是，对吧？单一的就是用斧劈村，单一的就是用披麻村，对吧？他不是那样的啊，他把很多村法，他都融在了一起，对不对？他都融在了一起。
他这一幅作品里边，对吧？包括什么这个折带呀、匹马、斧劈、雨点儿，哎，都包括他的一幅画里边。哎，过来，哎，一个小的平台，对吧？小土坡，小土坡上面，你看啊，小土坡上面安排什么呀？哎，安排小村庄，对不对？哎，我们安排个小村庄。这个树木的时候啊，画这个小的树丛，我们先画什么？先画树干，哎，先把树干画出来。哎，画完树干以后，你看啊，画完树干以后，笔尖调墨，还是笔尖调墨，然后在我们这个树干的部分，由上向下，哎，这样去点，点出来，点出它这个树形，哎，点出它的树形。哎，点数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什么？注意它的浓淡墨的变化。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这个画的时候啊，不管山石、树木，一定要注意它的浓淡墨的变化，对不对？哎，一定要注意它浓淡墨的变化。我们中国画来说，就靠什么？哎，靠它这个墨的，哎，浓淡、深浅、干湿，哎，来表现物体，对不对？来表现物体，它的空间，还有它的这个空间感，都是靠我们这个墨的变化去呈现。过来，哎，对吧？先把这个，哎，前面的树木画出来。你看，我们可以有变化，哎，你看有横的这种，对吧？点的叶子，哎，我们可以画一个这样的这个树的这种过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虚下来的地方，哎，过来穿插一个啊，哎，穿插个小的，哎，树木，哎，穿插个小的树木，那就是我们你看啊，这边的它的点的这个树木，对吧？哎，都是那种横点、竖点。哎，我们在右边穿插一个什么？哎，穿插一个假叶树，对不对？哎，我们穿插个假叶树过来，你看，哎，简单的，哎哎，穿插一个小假叶树。哎，我们先把山石这个，哎，它山的这种轮廓，哎，小结构，我们先画出来，然后小村庄，你看它这个因为是在这个树的掩映中，对吧？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下面只画，哎，上面房顶的地方画出来，你看，哎，先把房顶的部分画出来，哎，画出个简单的房顶就可以，对不对？哎，它要这个我们是在树丛中，所以说要遮挡的地方，对不对？哎，稍微遮挡一下，哎，小山村，你看啊，对不对？哎，中间一个小的，哎，坡岸小土堆儿上面一个小山村，
哎，下面啊，哎，我们开始画后面的这个远山。画远山，你看画远山的时候，笔尖调稍微，对吧？稍微淡一点的墨，来一点，稍微淡一点的墨，也是先把山的大致轮廓、外形，哎，我们先勾出来。你看，哎，先把它的这个山的大致这个外轮廓，哎，形状，哎，我们先勾出来，哎，先勾出来。过来，哎，让它这个山，对吧？这是我们所说的啊，哎，小山它中间的部分，对不对？哎，中间的部分，它画的时候，你看我们到这个山里边你去看的时候，它每一座山它都有个中心的，对吧？它都有个中心点。哎，我们在这个先把这个山的中心点定出来以后，再向后延伸，哎，向后延伸。所以说我们画远山的时候，一定要先确定它山的中心位置，哎，中心位置。你看，我们这个山的中心位置是这儿，对不对？然后由这个中心位置向后延伸，左右，对不对？哎，左右去变化山脉的走向。哎，不要单一的啊，看我们不要单一的画这个山，你就说直着上去，对吧？或者直着斜下来上右，或者直着向左，哎，让它什么左右？你看啊，让它左右去变化山形。哎，过来，哎，先把这个山形定出来以后，你看啊，向后延伸，对不对？哎，向后延伸，哎，中心向左向右，哎，再向左，你看啊，对不对？这样才能把我们山的这个叫什么山脉的走势，哎，我们才能体现出来，这感觉才有这个，就是说讲的这个韵气韵。你看过来以后，对不对？过来以后，上面虚下来，向上。哎，你看我们这个山的这个结构来说啊，哎，山的结构来说，它这个四弯就是左右，对吧？都是那种云雾去遮挡。你看我们画的是江南的这种景致的时候，对不对？哎，让它下边我们虚的地方，哎，都是被云雾所遮挡。远山，对不对？你看到远山以后，过来，哎，稍微淡一点的墨，哎，过来，对吧？远处一个小的，哎，一个小的山峰，你看一个小的山峰，对不对？哎，我们画个小的山峰，它因为是，你看它江南的来说，你看我们画这个江南水乡这一类的题材的时候，对吧？你看山峰没有说，像我们画这个太行山呐、对不对？或者画黄山呐、这个山峰，对吧？比较陡峭，哎，它这个山峰来说，你看都是那种小的丘陵，对不对？哎，都是那种小的丘陵，
山峰都不高，哎，山峰都不高。然后呢，哎，都是云雾，对不对？哎，都是被云雾遮挡。他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啊，秀气，哎，就是说，哎，江南的水乡啊，或者江南这种小景啊，对，过来，你看，你看啊，到这个完成主山以后，你看这个它山的左右前后啊，哎，我们要留出云的地方，哎，我们用什么呀？用淡墨啊，哎，用淡墨把云的这种形状，哎，大致形状，我们先勾出来，对吧？用干笔先这样去，哎，稍擦一下，哎，稍擦一下，哎，擦出它的云的大致形状。你看，哎，大致形状下来，对不对？后面啊，你看后面那个墨色，这个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淡淡的一点，哎，淡淡的一点，哎，过来，看这个，对吧？我们山这个山凹进去的地方，对不对？哎，这是我们山峰凹进去的地方，我们直接用浓淡墨，你看啊，我们调个浓淡墨，哎，我直接点出，哎，就是山谷中凹进去的地方，它的这个树木，对不对？你看啊，哎，我用颜色不是用这个浓淡墨，哎，把这块山这个山凹的地方来一点树木，哎，下边还是啊，下边还是云雾，你看对不对？哎，还是云雾。看完成以后，对吧？我们这个河面上，哎，我画点景的时候，你看画点景人物，哎，我们用小一点的这个尖号笔，哎，看小的尖号笔，我们去勾点景的人物和小船儿，你看啊，来，好这吧，哎，看啊，点景的人物，哎，我们先什么？哎，我们画这个小船和上面这个点景人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把点景人物先画出来，哎，先画出点景人物，然后我们再画什么呀？哎，再画它的这个，哎，再画它的船的位置，哎，你看啊，先画出来，嗯，先把这个点景的人物我们先画出来，哎，再画小船儿，哎，也是啊，船棚画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什么？哎，控制它这个墨，对吧？稍微要干一点，不要太湿啊。哎，不要太湿，对，稍微干一点。哎，稍微干一点。哎，先把我们左边这个结构先勾出来，看，对吧？哎，先把左边结构勾出来。哎，先让这个，对吧？我们先把这个人物安排到这船上，对不对？哎，先把它安排在船上，船板，你看，哎，然后我们再铺船板。哎，这是船舱，哎，淡墨，看淡墨渲染一下，把里边稍涂一下，下边船舷过来，看啊，哎，完成以后，哎，过来，它这个船棚，对不对？哎，我们画这种，哎，围席边的这种，哎，船棚，稍勾两下啊，哎，稍勾两下，看，完成以后，倒影，你看啊，船的倒影，哎，稍微，对吧？稍微淡一点的墨，不要太重，哎，稍微淡一点的墨，哎，过来。和我们画，这同学就说啊，是不是和这个倒影和画那个夫皮孙一样？哎，对，你看啊，同学们都掌握这个总结这个经验，看，就是我们画虎皮村一样的倒影，哎，画出倒影，近景的，你看啊，近景的河边，对不对？哎，可以勾一点什么？你看啊，哎，也可以和我们画这个传统画的一样啊，稍勾点水纹儿，对不对？你看啊，哎，可以稍勾一点水纹。哎，稍来点水纹。我们中间，哎，中间靠近这个土坡的地方，也勾一点水纹，看，来一点。看啊，我们勾完以后，哎，整体的完成以后，那有的墨，你看为什么有的墨这个稍微重一点，有的墨稍微淡一点？在淡墨的时候啊，对不对？你看淡墨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调整。你如果用特别重的墨来说，对吧？你像后期调整，调不出来，调整不成。你看淡墨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哎，重墨，你看对不对？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画面，哎，可以调整我们的画面。看啊，完成以后，对不对？哎，我们整个勾村完成以后，到后面，你看啊，哎，用淡墨，哎，用淡墨把局部的，你看山石的暗部，哎，
用淡墨稍加一下。还有我们近景的这块大的山石，对不对？哎，稍擦一下。中间你看啊，我们中间的把这个土坡分出这个块面结构以后，哎，让它更明显一点，我就稍加一点，对不对？把暗部的结构稍加一点。哎，我们注意什么呀？画这个山石的时候，尤其画这个偏现代的山石的时候，要求什么？要求它是整体的效果啊。就是说，那近景的山石也是看它一个整体效果，中间的也是看到个整体效果。不像传统画，传统画的时候你要看什么呀？它的一层一层的结构，对不对？山石的一层一层的从前向后，有这个前向后去处理，一层层去处理，教的特别清晰啊。哎，我们画这个现代的时候，你就看它的整体效果，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要求是什么？要求它是它整体效果。哎，过来。哎，到山的地方，你看，到远山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的村的，就是说墨比较淡，不是很明显。你看啊，我们可以加一点，稍加一点，加什么？不要加重墨，哎，还是要加什么？哎，稍微来一点淡墨，哎，稍微来一点淡墨，对不对？哎，稍来一点淡墨。哎，加淡墨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哎，为了把我们这个明暗结构，对不对？哎，把明暗结构清晰的表现出来。嗯，哎，清晰的表现出来。哎，大墨干笔把我们的云雾部分，看，对不对？哎，把我们的云雾部分我们表现出来。下来，你看我们画的时候啊，虽然我们这个构图来说，对吧？哎，构图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那种平面构图，但是我们要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它有衔接的地方，哎，一定要让它连在一起啊，一定要连在一起，不要说你看画的时候，你画到这一部分以后，对吧？中间没有衔接的地方，就容易什么？对吧？容易断。哎，就说我们这个画的势气，哎，连不到一起。我们讲究啊，中国画讲究这个气韵，哎，气的连接，对吧？也就是我们构图上的注意的地方，哎，一定要有一个衔接的连在一起。你看啊，我们由右上、右下、左下角开始上来，对不对？和我们中间的土坡连接在一起，再过来向右，再向左，再向右，对不对？哎，一定要注意我们构图的时候，它这个衔接的地方，哎，怎样让它一看它是个整体，不要说感觉这个画来说，总觉得这一看画了个，对吧？接不上，好像这个半幅的作品。你看我们每次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每次画的时候，树木、山石、点景、云，对不对？哎，每一幅啊都是个完整的作品，对不对？在这个一幅作品里边，让大家都能体会到树的画法、山石的画法、云的画法、水的画法。那刚才老师呢给大家讲了讲我们今天的这一章的一个墨稿怎样去完成的啊。那刚才有朋友问说，让老师讲调色，大家需要吗？需要讲调色扣个1，不需要的话就扣2。
对，因为咱们看看有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刚刚开始接触国画的，觉得调色是个难事儿，是不是？那老师刚才给大家画我们的墨稿也是同样的，我们一支毛笔一个墨色，我们就能画出来我们的丰富的一个墨色变化了。我们常讲的就是墨分五色啊。那我们的墨的浓淡干湿焦怎么去体现？那是在调墨上控制水分上啊，会有关系的。讲一下调色，就讲一下调墨啊。有朋友新到的，有一些那个小白朋友们，老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调墨啊。来，你看啊，我们画之前，对吧？画之前把笔洗干净以后，你看啊，我这是一个，对吧？哎，这是有一个宣纸，这个废的宣纸，给大家调一下。哎，我们开始的时候画之前，你看啊，我们画之前把笔洗干净，对不对？哎，把笔洗干净，你看啊，哎，我们纸上，哎，这都是清水啊，你看啊，都是清水。然后上完清水以后，你看啊，笔尖去调墨，哎，你看啊，笔尖去调墨，不要说我们把整个这个笔呀，对吧，摁进去，哎，笔尖去调墨，你看，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我们笔尖去调墨，对不对？哎，笔尖去调墨，调好墨以后，它在笔中呈现的墨的变化，你看啊，是这样的。哎，大家看到没有？你看啊，它呈现的墨的变化由浓到淡，哎，是这样的，哎，是这样的。你看啊，你看对不对？它在笔中呈现的这个墨的变化由浓到淡。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每一笔你画的时候要先调墨，调好了以后，哎，就是说有的同学然后控制不好这个水分，哎，调好墨以后，这种水分来说，你看这种墨来说，它是比较湿的啊，你看相对来说比较湿。哎，我们怎样去控制它的水分？去吸它的笔根的部分。你看啊，我们吸笔根的部分，对不对？哎，把笔根的部分吸了水分以后，你再去画，你看啊，对不对？哎，你看啊，对不对？它的墨的变化，对不对？哎，不干不湿，对吧？也不是很干的，也不是很湿，对吧？哎，我们需要就是这种墨，哎，看啊，一定要需要这种墨。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哎，由浓到淡，由湿到干，哎，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一笔墨的运用。哎，我们上色的时候，先上赭石，哎，先上赭石。我们画这个啊，我们今天上颜色，哎，先上赭石，赭石里边，你看啊，我们每次上色的时候，对吧，都会讲什么？哎，颜色怎样去调？哎，大家你看啊，我们上赭石，赭石里边加什么？你看啊，稍加一点藤黄，看赭石，先调赭石，藤黄加一点，哎，稍来一点藤黄。看啊，哎，赭石里边加藤黄以后，再加什么颜色？哎，稍来一点淡墨。你看，哎，稍来一点淡墨，不要太多。哎，我们淡墨加的不要太多，哎，稍来一点，稍来一点。先染什么呀？
先把树干，哎，对不对？哎，我们先把树干染出来。这个树干，你看啊，我们这个树干染的时候，它的赭石稍微的发一点暗色，对不对？你看它不是那种很亮的那种赭石颜色。哎，来一点。树干，我们先把树干染出来。先把树干染出来。到这个小枝的时候，小树枝的时候，我们可以勾一下，对不对？哎，用这赭石稍浮勾一下，哎，稍浮勾一下，哎，过来，你看树干穿插过来，对，你看啊，染完以后，先把赭石，把树干用赭石树干染出来。染完以后，哎，你看染完以后，我们先，然后啊，把树干完成以后，我们就是树叶的地方，对不对？哎，我们就是树叶的地方。哎，树叶，我用什么？哎，树叶我们用花青，你看啊，花青，花青调淡墨，大家记住啊，花青调淡墨，我去染什么呀？哎，染叶子的地方，叶子是什么？哎，我们点叶的地方，对吧？我们点叶，哎，用这个墨青色，这是花青调淡墨，我去，哎，把这个叶子染出来。染一下，你看，对不对？哎，我们先把这个点叶部分，哎，我们先染一下，哎，先染出来，哎，染出来以后，到后面这个叶子，到后面叶子，我们花青淡墨，你看啊，还是花青淡墨调这个墨青色，哎，稍微的里边加一点藤黄，对不对？哎，稍微加一点藤黄，让它偏一点绿色。你看这个两棵树，对不对？哎，两棵树让的叶子呢稍微有一点颜色上有一点变化，你可以加一点藤黄，对不对？让它偏一点绿色。这个呢，我们前面这个点叶树让它偏一点花青色，后面那个让它偏一点绿色，对不对？我们上色的时候，哎，稍微的有点区别，不用说区别太大，但是它颜色上，哎，稍微的有一点变化，让它，哎，稍微有一点变化。到后面你看啊，后面稍点一下，哎，稍点一下。这个点叶的部分上颜色，花青用的比较多，对不对？哎，我们花青用的比较多。哎，稍微来一点。哎，近景的
然后啊，我们还有点花青，我就把后面的，你看啊，这点花青，我就把后边的小树丛我染一下，然后再挑别的颜色。哎，我们先把这个花青的部分染一下。来一点。哎，染色的时候，哎，我们强调什么呀？染色的时候水分，哎，水分要多一点啊，要多一点，不要太干，对吧？我们上色的时候，这个笔呀，不要太干，哎，一定要湿一点，对吧？水分要足。你看。哎，到后边，你看俺们到点叶的地方，对不对？哎，到点叶的地方，完成以后，夹叶树，对不对？哎，夹叶树我们上什么颜色呀？还是以花青啊？你看，我们先要打底色，我们夹叶树呀，一定要打底色，因为要后边我们上三绿或者三青，所以说我们先要用这个花青、藤黄，哎，先调一个浅绿色，看浅绿色，哎。哎，点一下夹叶树的夹叶这个叶子地方，哎，来一点，你看，还有前面啊，你看前面我们画的这个三角形夹叶树，哎，我也用这个浅绿色渲染一下，哎，渲染一下，我们这算个底色，我们到后面的时候还要用三绿或者是二绿去。哎，去再上一遍颜色，哎，去再上一遍颜色。先把第一遍的底色，我们先完成。完成以后，哎，山石，你看啊，我们这个调色的时候，调色的时候要记住什么？我们边用边调，哎，边用边调，不要一下调多少啊？你看我调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我调色的时候是不是？哎，用一点我就调一点，你看，稍来一点，对不对？哎，我们随用随调，不要一下调多少。你一下调那么多以后，有什么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你想颜色想变一下的时候，你盘子里边你要用，对吧？用很多调色盘。哎，我们看现在我们对吧？一个调色盘就可以，对不对？这会儿啊，哎，我们这会儿上的是赭石，赭石里面，哎，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哎，稍加一点藤黄。看啊，上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长讲，这是上在山石。你看暗部结构，对不对？暗部就是我们村的地方。你看啊，哎，我们上在这个地方，哎，上在这个地方，你看，就是我们，对不对？哎，我们村的地方就是山石，暗部就是奥顿区的地方。看啊，哎，先把这是看上完赭石以后，看我把
后面的这个，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我们调色盘这边还有点颜色，是不是？哎，我们把这个颜色上到哪儿？哎，上到后边那个，对吧？后边小土坡。哎，我用赭石，这点赭石。你看，哎，把这个调色盘里边这个颜色，你看，哎，我上在上面，哎，上在这里边，哎，上完以后，我们这个盘子里边这赭石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哎，我们下边啊，调别的颜色，还是一个调色盘，你看，我们加一点什么花青，哎，来点花青，调点浅绿色，花青。藤黄，夹叶树用粉色点，用粉色，桃花你可以用这个粉色去点，那个夹叶树，你画出来的叶子，那算桃花呀，还是算什么呀？对不对？这个叶子可以用什么？哎，可以用三绿、三青都可以，哎，三绿、三青都可以。但是你用粉色去染，不协调啊，感觉啊，我感觉是不怎么协调。哎，你看啊，浅绿色，我这个浅绿色上在什么地方？你看，我们暗部上的赭石以后，亮部留白的地方，哎，我用这个浅绿色染一下，看我们留白的地方，对不对？就是我们山石，凸出来的地方，我用这个浅绿色，哎，浅绿色去染一下，看啊，调的颜色，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随用随调，没有调那么一大盘子啊，稍调一点。对吧？我随用随调，可以根据我们画面去调整颜色。看啊，哎，这一部分完成以后，你看啊，这一部分完成以后，我们需要什么？哎，因为是，你看啊，因为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两山的这个左右、前后左右都是云雾，哎，我们用什么呀？用湿染的方法。哎，我们先把染云雾的地方来一点清水，打湿它。你看，我们这样去表现啊。哎，打湿一下。上来，你看啊，需要染云雾的地方，我们都要打湿一下。哎，打湿一下。然后，你看，水面，对不对？哎，水面也要打湿一下。你看，哎，我们把这个水面云的地方，你看啊，然后啊，都打湿以后，你看，我们先晾一下，不要上，先不染颜色，哎，把多余的水，就是说上面喷的有的水比较多的地方，哎，我们用废纸，哎，稍吸一下啊，哎，稍吸一下。
是轻轻的带过，哎，是轻轻的带过。你看，有的局部，对不对？哎，有的局部留白，花青调的藤黄，花青调藤黄。看啊，我们喷湿了以后啊，喷湿了以后，你看删的地方，哎，我再调点藤黄，花赭石，还是啊，哎，这两个颜色，赭石、藤黄，调个颜色。你看啊，我们画远山的时候，对不对？局部上一点，也是上在什么？哎，上在山石它凹进去的地方。你看，哎，山石凹进的地方来一点。哎，稍上一点。哎，稍上一点以后啊，我们下面还是花青，花青调这个浅绿色。对，这是藤黄。看这个绿色，你看啊，我们这个绿色是用什么调？是用花青和什么调的？你看，对不对？一个浅绿色。哎，我们这个浅绿色和我们前面这个颜色是一样的，都在上在什么？哎，上在它，哎，我们留白的地方。你看，上了赭石以后，对不对？它有留白的地方，哎，我们上这个颜色。你看，对不对？哎，我们上这个浅绿色，对，花青藤黄，哎，你看上了这个颜色，下边就是啊，上完这个颜色以后，我们还是这点绿色，加一点三绿。你看啊，这个颜色里边啊，我们稍加一点三绿色，染什么呀？水面。你看啊，哎，我们用这个颜色，我们调的这个浅绿色，对吧？没用完，没用完以后，我们染到水面这个颜色，对不对？颜色，你看，染在这个水面的颜色，稍加一点三绿，不要太多，三绿不要太多啊，稍加一点。哎，上来一点。哎，水面，水面用这个浅绿色加三绿，哎，渲染一下这个水面。哎，稍加点水面。再后面就是你看啊，我们远山和云，对不对？什么颜色？看啊，花青、淡墨，看啊，花青加一点淡墨，
先染远山，哎，先把远山染出来。看啊，哎，先把远山，对吧？远山让它发一点这个灰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用花青啊，花青调一点淡墨，对不对？哎，我们先把这个远山染出来，下面就是染云。你看啊，哎，用这个墨青色染我们用淡墨擦的这个，哎，这个云的大致形状。哎，我们染一下，看啊，我们稍染一下。你看啊，哎，染这个云的时候，你看啊，染这个云的时候，我们这边是虚的啊，对不对？哎，然后虚笔轻轻的，你看啊，哎，轻轻的这样去染，让它这边是云海的地方，看这是云海的地方，你看这样去染，哎，让它这一部分啊，左边这一部分是这个云层，哎，比较薄的地方，你看，对不对？哎，让它靠近山的地方，云层稍微厚一点。对，打湿了的啊。边画边的，我怕这个边画边唱歌就把你们都吓跑了就啊。哎，你看，来一点，看啊，我们虚这个云雾的时候，哎，对不对？我们虚云雾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用笔要轻。你看啊，一定要记住，我们染云的时候，云雾的时候用笔一定要轻。颜色呢，对不对？颜色要淡，记住这两点啊。用笔要轻，颜色要淡。哎，这是关键的两个点。过来，看，让它把下面，对不对？下面虚下来，哎，下边虚下来。我们染云的时候，你看啊，对不对？一定要把那种轻飘飘的云的那种感觉，哎，我们要表现出来，对吧？不要画的那种，一看那种云，对吧？黑云滚滚的，对不对？哎，一定要把这个云染成，哎，看轻飘飘的，对吧？很轻很柔，对不对？你看啊，很轻很柔。哎，然后啊，完成以后，花青，对，为什么有意境？你看啊，因为有云雾遮挡，对不对？你看啊这个山来说，对不对？我们画山水画来说，你单一的是山树，对不对？它没有云起遮挡来说，哎，它的画面就不这个柔，
你看啊，华清调的，我们还是华清调大墨。你看啊，华清调大墨上什么地方？哎，染在我们勾的这个水纹，对不对？哎，把这一块我们用花青调大墨，哎，稍染一下，让它中间，对不对？哎，中间是这种绿色，然后靠近这个山石的地方，哎，靠近暗的地方，让它颜色稍微深一点。你看，让它稍微深一点。你看这种方法啊，不管我们染云的方法，还是染水的方法，还有染山石的方法，我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哎，就是你画的，比如说你再画别的构图，对不对？别的图案，哎，你都可以根据这个上述的方法，对吧？你可以随时调整画面的颜色，对不对？比如我画个别的构图，你就按这个上述的方法你去上，它也是，对不对？它也是这种效果。哎，它也是这种效果。染云笔上的水分肯定要多一点，哎，肯定要多一点。对，山脚下的云靠近它什么？它靠近这个山石的山的地方，对不对？它的云层肯定要厚一点，哎，肯定要厚一点。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你靠近山的地方，让云层稍微的厚一点。你看中间，对不对？到这个它云的中间部分，对吧？你就要留出大量的这个白云。后面，你看啊，到后面树丛的时候，对不对？到后面树丛，我们就用花青，哎，把这个树干拖出来。你看啊，哎，拖出来。哎，后面云雾的地方，稍等一下啊，我们稍微亮一下，我们再说提款的事啊。然后啊，这是第一遍的颜色，对，湿染法，现在是湿染的。染云雾的时候，你看啊，刚才就是打湿的啊，我把云雾的地方打湿了以后，我画的云雾，还有下边这个水面，这个绿色也是打湿了以后我们上的啊。下边就是啊，我们要这个第二遍的颜色，我们这个底色上完以后，哎，局部你看啊，有的山石上面，哎，来点三绿，你看三绿，哎，少来一点，你看啊，哎，浅浅的三绿，染两遍，你看啊，三绿，我们上了浅绿的地方，对不对？浅绿的地方少来一点，你看啊，哎，少来一点，哎，少来一点，你看啊，我们少来一点，这个中间小土坡地方也少来一点，远山
也来一点，你看啊，远山也来一点，也来一点，对吧？我们远山这个地方，这个三绿呢上的地方就是上在什么？哎，上在它山的顶部，你看啊，对吧？哎，山的顶部稍来一点，你看啊，稍来一点，整个我们保持画面，对吧？整个画面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清新，对不对？哎，清新淡雅，这个颜色，对吧？不要说这种大红大绿的，哎，稍微的有一点绿色调整啊，对不对？浅浅的上一点，然后到我们点叶的地方，你看啊，哎，点叶的地方我们用三绿，哎，用三绿稍点一点，就是我们刚才点浅绿的地方，对吧？我们假叶树，对不对？哎，这地方我们用三绿上一点儿，哎，上一点。看我们的画面啊，你看我们的画面，右下角对吧？比较实，对吧？然后左下角啊，左下角，刚才也讲错了啊，左下角的我们构图相对来说比较实啊。然后由左下角向右，对不对？哎，再向左，再向右，再向左。所以说它这种构图，我们提款的时候，你看啊，提款的时候要提到左边，哎，左边就是说我们走势的时候，山的走势的时候，你看啊，到左上角是个结合点，哎，我们在这个地方提款啊，你看啊，就这样，你看啊，哎，就在这个位置，哎，你看啊，再靠上一点，哎，靠上一点，你看，对不对？哎，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在这个位置提款，你看，哎，这个位置提款。提款的时候啊，你看我写的可能是稍微大一点啊，我们写的时候，哎，稍微再小一点，